15岁时，我知道我是在医院被抱错的唐家大小姐。那一年，我用整个暑假盼望着亲生父母能接我回家。25岁时，我踏进了唐家的大门，可我已经不需要父母的关怀和爱了。诗雨，就算婉莹回来了，你也还是妈妈的女儿，妈妈最疼的就是你了。文音，你终于回来了，爸爸妈妈都盼了你10年了。婉莹，你终于回来了，这是你的弟弟唐耀，这是诗雨。看起来我的亲生父母对我有一些愧疚，而我的亲弟弟以及这个占了我25年身份的人却并不欢迎我。太好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都怪我身体不好，才让爸妈和婉一这么久才团聚。诗雨，这怎么能怪你呢？婉一，你也不要怪诗雨，她身体不好，没去接你是我们的决定，我们就是怕她被欺负。是吗？所以你们把我在李家留了25年，是因为我身体好，可以代替他在那里过25年猪狗不如的生活。婉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抢你身份的，要不你打我吧，你打我出气好了。哎，姐，被抱错又不怪你，你不用向任何人道歉。是吗？这么说，被抱错怪我了？不是，阿耀不是这个意思，这件事谁也不怪，你和诗雨都是我们唐家的孩子。你的意思是要留下他？婉一，诗雨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怎么会舍得他离开呢？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好啊，只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记得回去看看王维和李大勇，他们很挂念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记得回去看看王梅和李大勇，他们很挂念你。唐婉燕，你什么意思？谁不知道那家重男轻女、恶毒不要脸？你让我姐回去，是想害死他吗？原来你们知道李家是什么德行，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呢。婉一，唐耀只是和诗雨关系好，才这么着急的。我说的难道有错吗？我看他就是恶毒，看不得我姐过得好。我只是让他回去看看他的亲生父母，你为什么要这么激动？他在我家过了属于我25年衣食无忧大小姐生活，而我在他家过了25年猪狗不如的生活。现在我只是让他回去看看他的亲生父母，毕竟你们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更何况我的亲生父母现在舍不得这个养女，还要将她继续留下来养着呢。这里就是我姐的家，我姐就应该住在这里，她根本不是什么养女。是啊，婉一，诗雨自从10年前知道她不是我们的女儿，伤心难过了好久，因为这还生了病，人差点就没了。你就不要跟她计较了，好不好？你要怪就怪妈妈吧，是妈妈让你在外面受苦了。是什么样的病可以生10年？你们舍不得养女生病，却舍得我这个亲生女儿在乡下受苦受罪，生不如死。唐婉燕，你还有完没完了？不就这么点破事儿吗？翻来覆去说个遍，爸妈现在已经把你接回来，你还要怎么样啊？是啊，所以我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不是吗？同意让她留下来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但身份方面，我希望能够明确。如果你们还是觉得养女更重要的话，那我还是走吧。婉音，爸爸保证，就算留下诗雨，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你就是唐家的大小姐。果然，只要适当的展示伤疤，他们马上就会愧疚。毕竟，人性总是更容易同情
弱者。爸，闭嘴！婉莹，妈妈记得你日记里写的，你想个粉色的公主房，这些都是妈妈特意给你布置的，看看喜不喜欢？婉莹，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最喜欢粉色吗？你日记里……那是15岁的日记。自从我知道我不能成为公主，只能生活在肮脏的地狱时，我就不喜欢了。所有的粉色我都不喜欢，所以，爸爸，我能把所有的粉色都换掉吗？唐婉嫣，你别不知好歹，这些东西妈妈准备多久啊？你说扔就扔啊？啊！我不知道。婉莹，妈妈就是觉得亏欠你太多，想补偿你，没想到，都怪妈妈没有提前问问你的意见。婉嫣，妈妈因为一直没有早点找到你而自责，所以才准备了这些。你就算不喜欢，你也不能这么践踏妈妈的心血。我不需要。嘿，你不要一副我们欠你的样子啊！你别过错，又不怪我们。那怪我了？那怪我？不是我让人把我和唐诗雨报错的，也不是我拦着你们不让你们来找我，更不是我让人把房间布置成这样的。更何况，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的想法而已。爸爸，在这个家，我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吗？当然可以啊。那我不喜欢粉色，可以换掉吗？好，我马上让人给你换。唐婉嫣，你就是个祸害！这才第一天，你就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爸妈当时就不愿意接你回来。看来我的亲弟弟并不欢迎我，而是将养女当成了亲姐姐。爸爸，我还是走吧。你们和养女才是一家人。婉嫣，够了，都给我闭嘴！婉嫣才是我们唐家的女儿，以后谁敢再说这样的话，都给我滚出去！爸爸，还好还有你。看来这个家里需要搞好关系的人，只有唐鹤鸣一人而已。你们以为我会渴望你们的爱？你们以为只要随便补偿我2下，我就会感恩戴德？你们错了，我要的从来不是爱。我已经决定了，暂时不去英国念博士，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婉嫣，我为你选的这些装饰，可还喜欢？唐婉嫣，你知道为什么你到现在才能回来？其实10年前，爸妈就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了，他们也想早点把你给接回来。只是他们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我高烧40度，进了医院。他们第2次去接你的时候，我出了车祸。从那以后，他们害怕我再出事，就再也没有想着接你回来。你就是一个乡下养猪的野丫头，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唐家的大小姐。比起唐婉嫣，我觉得你更应该叫李招娣。
李招娣，你疯了吗？你要干什么？李招娣，你放开我！放开我！唐婉言，你要干什么？你快点放开我！唐诗雨，这里可是4楼，你说你要是从这儿摔下去，会不会死啊？唐婉言，你快点放开我！我要是出了什么事，爸爸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是吗？那不如让我们试试，如果我现在松手，你会不会摔死？如果你摔死，爸妈会不会追究我负责任？不要！不要！婉言，思雨呢？他不是去叫你吃饭了吗？思雨，你的脖子怎么了？妈，是婉音，她跟我开玩笑的。唐婉言，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怎么又欺负我姐？爸妈，我没有欺负她。我姐都生成这样了，你还敢抵赖？哈，果然是乡下来的野村夫，连杀人这种事你都能做了。婉言，这到底怎么回事？爸妈已经处处为你考虑了，你怎么还能欺负思雨呢？婉言，你刚回来，诗雨难免有些不适应，你们姐妹之间应该好好相处，怎么可以闹不一打架的？是啊，爸，今天就得好好教训他。他姐姐敢欺负我姐，明天就敢欺负咱们全家，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他。婉言啊，我们唐家最忌讳的就是欺负弟弟妹妹，你虽然刚回来，也要接受惩罚。老公，这婉言毕竟是我们的女儿，你就别罚她太狠了，要不你就罚她晚上不能吃饭吧。为什么你们都不问问我原因，就一味的指责我？就因为我之前25年没有待在你们身边，你们就这样对我？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诗雨为什么会受伤的？我看诗雨根本不想我回唐家吧。不是这样的，爸妈，婉音一定是误会什么了。我刚刚明明是去欢迎婉音的。是吗？原来这就是你的欢迎仪式。其实10年前，爸妈就已经知道你的存在，他们也想早点把你给接回，只是他们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我高烧40度进了医院。他们第2次去接你的时候，我出了车祸。从那以后，他们害怕我再出事儿，就再没有想着接你回来。你就是一个乡下养不出的野丫头，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唐家的大小姐。比起唐婉音，我觉得你更应该叫李招娣。原来这里的欢迎仪式就是揭开我的伤疤，践踏我的尊严。我以为他这是在羞辱我，所以我才……诗雨，谁让你这么说话的？诗雨肯定不是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婉言，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害怕婉音回来，爸爸妈妈就会不要我。我只是没有安全感。你看，我们女儿那么善良，怎么可能故意说那些话呢？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应该这样说婉言。婉音，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就原谅我吧。我姐说的没错，她就是乡下来的野丫，根本不配入我们唐家嘛，根本不配入我们唐家嘛。唐家，这就是你跟你姐姐说话的态度吗？爸，阿瑶也是为了我才这么说的。婉音，我求你别生阿瑶的气，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婉音，诗雨都已经知道错了，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你就别和他计较了，好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那妈妈给你道歉，好不好？是啊，文音，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果然，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一个人只偏心养你，一个人只关心家族颜面。不过没关系，我从来也不需要家人。我没有计较，我只是怕诗雨会经常提起那些事，让外人以为诗雨是故意做那些事让我不回家的。这样不仅有损诗雨的名声，对唐家也不好。婉音说的没错，诗雨，以后这些话不许再说。我知道。好了好了，吃饭吧，来坐。诗雨，今天受委屈了啊，快吃点。来，婉音，你也吃点。婉音，你刚来海城，一定没有什么朋友吧？正好明天我跟姐妹们一起聚会，你也来吧。她一个野村姑去你们聚会，不是去丢人的吗？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婉音呢？婉音，你也一起来吧，刚好明天参加聚会的都是海城有头有脸的大小姐，正好认识认识。是啊，婉音，你就跟诗雨去长长见识吧。去吧，那些人早晚要打交道的。好，那我听爸爸的。韩婉音，明晚我一定会让你好好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and your love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and your touch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原来站在高处看到的风景是这样的，这样的风景我可太喜欢看了，而这样的风景以后只能为我盛开。诗雨，你终于来了。咱们姐妹的聚会少了诗雨怎么能算完整呢？诗雨可是咱们这场聚会的女王。各位，这位就是唐家的亲生女儿，刚被我父母从农村带回来的韩婉音。我今天可是特意带她来参加聚会的，你们可要好好招待她。没想到唐叔叔、唐阿姨的女儿居然是个乡巴佬，跟我们诗雨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就算她是唐家的真千金，也只不过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下等人。我们诗雨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呢。诗雨，你也太善良了，像这种穷酸气漫天的人，你还愿意带来参加聚会？谁告诉你们，我是带她来参加聚会？我今天带她来是供你玩乐。今天我们聚会的主题就是洋娃娃。今天我们聚会的主题就是洋娃娃。虽然穷酸，但长得还行，符合当洋娃娃的特征。你恐怕还不知道洋娃娃是什么意思吧？洋娃娃就是没有灵魂，任我们摆布。我们让你跪下学狗叫，你就得跪下学狗叫；我们让你当众脱衣服，你就得当众脱衣服。现在跪下。你笑什么？让你跪下了，听不懂吗？洋娃娃，我从小就没玩过洋娃娃，也不知道洋娃娃该怎么玩。不如你来帮我示范一下。你算什么东西？敢让我给你做示范？你能来给我们当玩具，已经是看在诗雨的面子上了。你要是再不跪下，
我就不给诗雨的面子。Here I am,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a blade you should messing with. Oh. 你敢在我们聚会上打人？唐婉英，你在干什么啊？我做什么了吗？谁让你打人的？在这场宴会上，所有人都有资格打你，只有你没资格打人，是吗？看来你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的规矩了。唐婉英，你不会以为你被唐家人从穷山沟里找回来，就真的能变成凤凰了？听好了，像你这样的人，就算身体里流着唐家人的血脉，也摆脱不了你贱民的身份。唐家根本就不喜欢你这个贱妇，不然也不会拖了10年才把你认回来。你最好乖乖认清自己的身份，夹着尾巴好好伺候诗雨，说不定诗雨还能让唐家赏你一口饭吃。否则，诗雨会把你再次送回你养父母家，让你生不如死。本来是没有理由的，现在有了。你说什么？生活在顶层的大小姐们，真的知道洋娃娃的游戏该怎么玩吗？你们又真的见过这世界最底层的黑暗是什么样子吗？现在我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地狱。小贱人你！听说这是海城最上等的聚会，而坐在这个沙发的人就是这个聚会的女王。那么，你的女王位置该让出来。唐婉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今天能来这里的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可都是海城的佼佼者，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让我消失？唐诗雨，还有你们这些人，除了依靠父母家族给你们的势力，你们还有什么？靠你们自己，你们能拥有现在拥有的一切吗？没有了父母家族，你们就是最下等。唐婉燕，唐诗雨，你该不会忘了昨晚发生了什么？不要！现在你觉得你还是女王吗？像你们这样的蠢，我见多了。含着金汤匙出生，却不知道金汤匙的价值。你们所有人都自以为是，任何事都能如你们所愿，而你是这所有人里面最愚蠢的。他们至少真的拿着一把金汤匙，而你拿着一把生锈的钥匙，却以为自己拥有了王权，做尽蠢事，沾沾自喜。唐婉燕，你这个贱人，你给我闭嘴！唐婉言，我不会放过你的！今天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我知道啊，所以我已经为你们叫好了记者，正好让记者好好报道一下海城最高级的名媛聚会到底在干什么。别唐诗雨，你侵占了我25年的东西，
我会让你一点一点还回来。诗雨，你没事吧？妈，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婉音，不仅打了冉冉他们，还把我推进了泳池。我们诗雨受委屈了。唐婉音，谁允许你欺负我姐的？我姐从小就娇生惯养，连爸妈都舍不得动她一下，有什么资格动她？婉音，你今天太过分了，欺负诗雨也就算了，郑陆、许3家大小姐，你怎么也敢欺负？你这样会害了我们唐家的。她根本不懂家族之间的联系和利害关系，她只是个下等贱，只会给咱们家族带来麻烦。婉音，你赶快给3位大小姐道歉，加上我们唐家和他们的关系，他们一定不会追究你的。就算追究你了，大不了妈妈帮你顶罪。我的亲生母亲、亲生弟弟来这里，不是为了关心我，而是为了指责我。你们只看到唐诗雨身上湿了，却没看到我被人泼了红酒。婉音，妈妈刚才没有注意到，你这是怎么了？妈，都怪我不好，冉冉他们只是想给婉音敬酒，没想到打翻了酒杯，弄脏了婉音的裙子。可就算是这样，还不应该叫来记者，还吓我们狼狈的样子，他还说我们欺负他。妈，我们现在得赶紧拦下记者，不然他们把今晚的事情爆出去，我们4家的股票都会跌的。不就是弄脏一条裙子吗？为这件小事儿把我姐踹下泳池。唐婉音，你怎么这么恶毒？现在就让那些记者照片给我买回来，赶紧给我姐道歉。是啊，婉音，就算你和诗雨有什么矛盾，那你也不能告诉记者呀，这样会对我们唐家不利的。你们就真的没有长一点脑子，就真的不想问问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唐诗雨，你在这里开了这么多次聚会，不知道这里有监控吗？洋娃娃的游戏，你们又玩过几次呢？洋娃娃的游戏，你们又玩过几次呢？今天我们聚会的主题就是洋娃娃。你恐怕还不知道洋娃娃是什么意思吧？洋娃娃就是没有灵魂，任我们摆布。我们让你跪下学狗叫，你就得跪下学狗叫；我们让你当众脱衣服，你就得当众脱衣服。看来你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的规矩了。唐婉音，你不会以为你被唐家人从穷山沟里找回来，就真的能变成凤凰了？听好了，像你这样的人，就算身体里流着唐家人的血脉，也摆脱不了你贱民的身份。唐家根本就不喜欢你这个贱货，不然也不会拖了10年才把你认回来。你最好乖乖认清自己的身份，夹着尾巴好好伺候诗雨，说不定诗雨还能让唐家赏你一口饭吃，否则诗雨会把你再次送回你养父母家，让你生不如死。诗雨，你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不是的，妈，这只是我们的游戏，我们只是想跟婉音开个玩笑，没想到婉音……游戏？玩笑？那不如我立刻给外面的记者打电话，让他们把游戏报道出去，让所有人看看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算不算玩笑？不要，我千万不要报出去。只是一场游戏而已，你们这么害怕干什么？难道你们也知道这个游戏是会害死人的？唐婉音，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真觉得记者会听你的吗？各位不必担心，只要有我们唐家出面，今天的报道就不会放出去。你这么自信，那你可以试试。试试就试试，在海城还没有哪家报社的记者敢跟我们唐家作对。他们不是记者，是自由职业的营销号。营销号喜欢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以往营销号随便编2个故事都能造成莫大的影响，现在可是有图有真相。唐婉音，你真是个贱人！一群蠢货！
婉言，我们世交人是世交，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僵，好不好？你只要跟他们说，把今天拍的视频都给删掉，无论你让妈妈做什么都可以。婉言，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满意，那妈妈替诗雨给你道歉，好不好？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闹到这么大？爸爸，他们所有人都给我道歉，我只有爸爸了。爸爸，你一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逼我吧？婉莹放心，爸爸一定给你做主。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第一幕戏。到底怎么回事？爸，是婉音，婉音她想毁了我们唐家。唐鹤鸣就算对我这个亲生女儿再有愧疚，他也不会冒着得罪这3家来护着我的。看来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爸爸，我是唐家人，怎么会毁了唐家呢？只是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被他们给弄脏了。婉莹放心，等回家，爸爸多送你几件。那我答应爸爸，不和他们计较。我会叮嘱那些记者不要把这个事情传播出去。只是这次不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只会变本加厉，闯出更大的祸。这件事交给爸爸处理。看来唐鹤鸣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婉言啊，事情处理好了，咱们回家吧。好。婉言啊，事情处理好了，咱们回家吧。好。唐诗雨，你看看你今天惹了多大的祸！你是非要闹出人命，给我们唐家惹麻烦吗？爸，都是我的错，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不用跟我道歉。婉言，我不需要你的道歉。那你需要什么？你说，只要我有，我都给你。那就把你房间里所有的珠宝首饰都给我吧。什么？我知道你舍不得，既然你舍不得，又何必说这种把所有东西都给我假惺惺的话呢？好，我给，我去给你拿。婉言，谢谢。爸爸妈妈对诗雨可真好，这些珠宝首饰我都没见过，这些一定很贵吧？婉言，这卡给你，里面有1个亿，拿着，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谢谢爸爸。对了，婉言，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跟季家可是世交。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就跟季夫人定下了你跟她小儿子的娃娃亲。你看，你们都长大了，也该定下这个婚姻了。是啊，婉言，明天让季轩陪你好好逛逛，你们俩培养培养感情。原来你们接我回来，是为了让我这个亲女儿代替唐诗雨这个养女去联姻。好，我可以联姻。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什么叫联姻啊？妈妈只是想让你们接触接触而已，万一你们互相喜欢呢？就算我会喜欢上季轩，但爸爸妈妈、季家真的会同意跟我联姻吗？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季家恐怕对我不会满意的。哼，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季家原本想选的人可是我姐，我姐是海城名媛，多少人求着要娶。季二少爷不被季家重视，还能轮到你吗？即便季轩不被季家重视，可季家
毕竟是海城第一世家，像我这样的人跟他们联姻，季家肯定会对我不满意，到时候又会欺负我，说不定我就要和爸爸天人永隔了。不过，爸爸，为了爸爸和唐家，我愿意。谁让我是唐家唯一的亲女儿？谁敢欺负我女儿？婉音啊，只要你答应联姻，我马上给你唐氏5%的股份。只要拥有股权，就没有人敢欺负你。只要拥有股权，就没有人敢欺负你。哇！老公，你说给婉音5%的股权？只要婉音答应联姻，我们跟季家的合作项目就能成。给他股权算什么？可是唐家的女孩是没有资格拥有股权的。哼，没错，绝对不能给她股权。我姐都没股权，她刚回来就抢股权，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呢。没关系的，爸爸，我可以不要股权，只是我们毕竟是和季家联姻，季二少虽然没有季家继承权，但毕竟是养尊处优的二少爷，可我却是在李家那样的地方生活了25年的人，像我这种人和季二少联姻，季家肯定不会满意的，说不定这个联姻就泡汤了。唐家想要和季家谈成生意，就必须要抛出筹码，这5%的股权就是筹码。我始终是唐家的人，即便拿到了股权，也还在唐家人手里。爸爸不用担心。不行吧？他怎么能有股权呢？他迟早要嫁人的，绝对不能让他把股权带走啊！爸爸，这也是为了联姻的权宜之计而已。如果我结婚，是会把股权还给唐家的。如果爸爸不相信，我们可以签合同。爸爸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婉音说的没错，做生意就要给筹码。爸，我闭嘴！连做生意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还敢开口？爸，我也可以联姻的。你不是已经拒绝了吗？捣什么乱？婉音啊，季轩最讨厌商业联姻了。如果你能让他真心联姻，我就把股权给你。毕竟这人格魅力和为人处事也是能力的一种啊。好，唐婉嫣，这5%的股权我一定不会让你得到。只要我出马，季轩一定会拜倒在我的实力之下，到时候你就没有一点价值。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让他跟我联姻的，毕竟我要的远不止这些。Your mind to make you move all night because we gonna get you for a cosmic trip beside your 小轩，这是婉音，今天就麻烦你了。婉音妹妹是吧？走吧。We gonna get you for a cosmic trip beside your new spaceship because we这是什么地方？带你见识见识全京市最有名的地方。哟，季桑，来，坐。季桑，这位是新养的宠物，请坐吧，宠物小姐。想要给我下马威，让我主动解除婚约。季轩，你没这个能耐。季二少，你说我是你养的宠物，那我是什么宠物？金丝雀。现在呢？
唐婉英，你敢打我？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现在我是什么宠物？没用的废物。唐婉燕，你干什么呢？季轩哥哥，你没事吧？唐婉燕，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平常欺负我也就算了，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季轩哥哥呢？要不是我今天正巧路过，爸妈都还被你蒙在鼓里，我现在就去告诉爸妈去。季轩哥哥，你真是太可怜了！我现在就去告诉爸妈，一定不会让你娶这个贱人的。季轩哥哥，我晕。季轩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唐婉燕，你知不知道我们和季家的关系？要是季轩哥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赔得起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不是你嫌弃季轩是次子，没资格继承季家，我也不会被认回来跟他联姻的。唐诗雨，不是这样的，季轩哥哥。唐婉燕，明明就是你抢了季轩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哦，是吗？那我把它还给你，你要吗？你要就要。只要能和季轩哥哥订婚，我就能得到5%的股权。唐婉燕，到时候整个唐家可就归我管，我会让你从唐家爬着出去。好啊，那你现在回去告诉爸妈，说你要和季轩结婚，然后让爸爸把5%的股权给你。够了，大姐，我不是物品，用不着你们推来推去的。季轩哥哥，我不是这个意思。还有你，唐婉英，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跟你们唐家任何一个人联姻的，赶紧给我滚！滚！季轩，我给你2个选择：一，你向你家立刻提出解除婚约；二，跟我去医院包扎。我如果2个都不选呢？那这就是第3个选择。伤口不深，3天后再来换一次药就好了。谢谢啊。唐婉英，你真的是唐家女儿吗？有疑问？哎，唐阿姨这么温柔，诗雨那么乖巧，你咋就这么狠？既然诗雨这么乖巧，你为什么不和她联姻呢？因为你知道唐诗雨不喜欢你，你知道没有利益，唐诗雨不会多看你一眼，你知道你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没用的废物。这些话你非要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吗？你可以选择继续自欺欺人。唐婉英，你能不能被调包啊？哎呀，我真不想联姻。我已经被调包了。我忘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毁容。季轩，往后的日子都要手心向上，等着人施舍，你甘心吗？你什么意思呀？明明都是季家的孩子，你却只能作为一颗联姻的棋子。季轩，据我所知，你的大嫂只是一个普通人吧？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联姻，你堂堂正正夺权，我会拿唐家的股权帮你。我想，你也不想永远只做一个季家2少爷吧？为什么？因为我唐婉英不会嫁给一个废物。婉英这次只怕是真的得罪季家，你们都不知道季轩哥哥伤的有多重。我就说唐婉英这种乡下野丫头不可能遭季轩哥哥喜欢的，她还把季轩哥打伤了，以后唐家肯定跟季家合作不了了。爸妈，我看你们还是赶紧把婉英给送走吧，不然等到季家找上门，一定会伤害婉英的。婉英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看我们诗雨真的是太善良了，
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为婉英着想？老公，你可不能再纵容婉英了。这次你一定得让她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对，直接打他一顿，然后送去季家道歉，说不定还能换来季家的合作呢，对吧？郝婉燕，你还有脸回来呢？你唐家闯了这么大祸，还不赶紧滚去季家道歉？婉燕，就算你不想联姻，你也不能打季轩啊！我们和季家20多年的交情，你让我们以后怎么相处？爸，不就说他是个扫把星吧？这才刚回来几天呀，就给唐家闯这么大祸。婉燕，这次你必须和季轩道歉，只要征得季家的原谅，你就还是我们唐家的女儿。婉英，就听你爸的，马上去季家道歉。你只要诚心诚意的跪下给他们磕头道歉，季家一定会原谅你的。我为什么要道歉？婉燕，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打伤季轩哥哥的，可是季轩哥哥已经受伤了，做错了事就是要道歉的。我确实打了季轩，可他并没有生气。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季轩哥哥都受伤了，他还让婉英滚。我已经带他去医院包扎过了，而且，爸爸，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他同意跟我订婚而已。你胡说什么？季轩哥都被打伤了，他肯定不想再看你一眼，你就想骗爸拿出股权而已。爸爸，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爸爸实在不想把股权给我，我可以不要。但季轩已经同意跟我订婚，如果不兑现诺言，不好吧？真的？季轩同意订婚了？嗯。季轩居然真的同意订婚了？怎么可能？季轩哥哥怎么可能会看上你？或许他是没有看上我，但他知道他必须要和唐家的女儿联姻。但诗雨看不上他。不是的，我没有看不上季轩哥哥。爸爸，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至于股权，如果爸爸实在不想给我，我不想为难爸爸。怎么会呢？爸爸答应你的，就一定会给你的。谢谢爸爸。故事已经开始了，我会让你们拱手送上原本就属于我的一切的。大小姐，这是董事长给您的股权转让合同，只要您签字，合同立马生效。小人得志，不就是5%的股权吗？以后整个唐家都是我的，你那5%，连我一个零头都比不上。是吗？你确定唐家会是你的？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想提醒你，别自以为是。拿着来吧。这肯定是爸爸觉得我这段时间受委屈了，送给我的礼物。啊，爸，这些都是给我的吗？这些都是给婉英的。婉英，过几天就是你跟季轩的订婚宴，爸爸决定在订婚宴上正式宣布你是唐家大小姐的身份。谢谢爸爸。来，请，恭喜！你好，你好，恭喜！哎，我已经跟我父亲说过了，他会让我先去分公司历练，与其在总公司被大哥压一头，倒不如去其他公司，说不定啊，
还能闯出一番大事业。看起来你还没有那么笨。当然，我怎么能让我未婚妻失望呢？但这只是个开始。季轩哥哥，季轩哥哥，祝贺你！谢谢。姐，没事吧？你身体都这样了，还来干什么呀？哎呀，今天是季轩哥哥和婉英的订婚宴，我要是不能来送祝福，会遗憾的。说起来，要不是我身体不好，也不会。哦，原来是养女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和季家联姻，唐家才把亲生女儿接回来的。我看这唐家也太没良心了，就算是养女身体不好，也没有必要这么着急抛到脑后呀。要我看，唐家也算仁至义尽了，血脉毕竟是最重要的。血脉又怎样？今天我一定要把唐婉英赶出唐家。婉燕，今天是你和季轩哥哥的订婚宴，我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你。你这个没人要的贱种，我打死你！你这个没人要的贱种，我打死你！啊，还是千金大小姐！哼，我看你就是天生的贱种！各位，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你们海城谭家亲生女儿，我们连那么大的鸡都不要打死的贱种！你亲爹亲妈都不要你，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吃老娘这么多年的白食，竟然不知道感恩，还想来海城找你的亲生父母！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我看看谭家今天会不会有人来找你！小贱人，你亲爹亲妈都不要你，老娘今天就不要你这个赔钱货！在座的各位，今天谁出钱，我就把这个小贱人送回山！婉燕，怎么样？这个礼物你满意吗？对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礼物想要送你。季轩哥哥，我不希望你被骗了。各位，唐婉英她是一个残疾人，她的右耳听不见。什么？唐婉燕，你敢打我！唐婉燕，你敢打我！怎么？难道我不该打你？你不会是因为我说你聋，所以生气了吧？我送你助听器也是为了你好啊！你都已经聋了，我是希望你戴上它以后能像正常人一样。我这么为你着想，你怎么能打我呢？没错，我姐这么做都是为你着想，连助听器都是定制，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呀？这助听器上还写着你的名字呢，怎么样？要不要我亲自帮你戴上？婉燕，你怎么能辜负我的好心呢？我送你助听器，你就算不喜欢，你也不能踩烂啊！李招娣，你就应该好好的当一个村姑，你凭什么回唐家？凭什么跟我抢爸妈？黄梅怎么不把你的两只耳都打了？诗雨，婉英，你在干什么？一回来就要闹到家里面鸡犬不宁吗？诗雨，你没事吧？婉英，诗雨她生病了，这些年一直胆战心惊的，就怕你回来抢走她的位置。她只是太害怕失去我们了。婉英，你就别怪她了好吗？啊！害怕失去你，就要把我们过去展示在大众面前，
这样肆意挑拨唐家季家重要的订婚宴，就可以这样羞辱？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这个宴会意味着什么？唐婉嫣，你少在这儿吓唬人了，这不就是个订婚宴吗？能有什么意味啊？如果你不懂，可以好好跟爸爸学学，别总是听唐诗雨的教唆，做一些蠢事。各位，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个玩笑，大家不必在意。唐总，依我看，您这位亲女儿真是不一般啊，有胆识，有见识，难怪我弟弟会答应和她订婚。季总说笑了。唐婉嫣，你少在这吓唬我！你不就是因为我们曝光你的过去，你不高兴生气了？就算我毁了你的订婚宴又能怎样啊？季轩哥跟我这么熟，季轩哥就一定会感谢我跟他说实话。闹，你给我闭嘴！给我闭嘴！爸，这是谁放的？唐瑶，你长没长脑子？她是你姐姐，是你血缘上的亲姐，是我们唐家人。今天是她的认亲宴和订婚宴，是她回到唐家最重要的日子。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不是她一个人的脸面，是我们唐家全部的脸面。你已经成年了，竟然做出这么蠢的事情，你太让我失望。马上给你姐姐道歉。爸，这事不怪唐瑶，都怪我。道歉。姐，对不起。来人，爸，爸，啊，给我带回家。爸，大哥。季总，这是我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唐婉英。季总，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我听说婉英之前到处打工，说不定是在季氏打扫过卫生呢。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在斯坦福的毕业典礼上见。原来师兄还记得我以为师兄都已经忘了。刚刚还想要不要提醒你。你是斯坦福最优秀的毕业生，我怎么会忘了？你在学校的好几项项目都拿了奖，我还想挖你来季氏，没想到你是唐总的女儿。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在25岁时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没想到我们家婉英跟季总还是校友啊。此次婉英跟季轩订婚，若能借此机会促成我们两家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合作当然可以，只是我希望这次的负责人是唐婉英小姐。我希望这次的负责人是唐婉英小姐。唐小姐，意下如何？季总，她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对做生意是一窍不通。你要是让她负责，肯定会搞砸的。我相信斯坦福的优秀毕业生是不会干出今天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蠢事。我当然愿意，这就是我通往顶峰的康江大道。婉英，你还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因为婉英，咱们跟季氏达成了整整10个亿的项目。太好了，我们筹备半年的项目终于成了。有什么好骄傲的？爸爸还是第一次发现你这么优秀啊！没想到你竟然是斯坦福毕业，那怎么不跟爸爸说呀？这些都不重要，我从不炫耀过去那些荣耀，我只想着眼于未来。好，好，好，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季总说了，想要你来负责这个项目，从明天开始来唐氏上班吧。不行，他凭什么能去？我才是唐氏继承人，他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去啊？你还敢说话？今天的事情我还没教训你，你干出这么没有脑子的事情，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看这公司早晚就被你给败光！混账东西，站住！混账东西！爸爸，
我以后再也不说过了，爸，你别打我了，爸呀！就算唐鹤鸣对我有一点愧疚，可他的全部希望仍然在唐耀身上。看来，唐耀才是我康庄大道上的最爱。爸，虽然我们和季家合作已经达成，可今天宴会上那场闹剧已经传播了出去，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恐怕会影响和季氏的合作。婉欣说的对，爸爸马上让公司的公关部出马，把网上那些视频删掉。与其撤掉，不如好好宣传利用。毕竟我只是个受害者，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们完全可以借这个事为这次的合作造势。好，爸爸马上让人举办。爸，阿耀跟婉英都去公司上班了，我能不能也去公司上班？老公，你就让诗雨去公司上班吧，她都毕业了那么多年了，也该尝试着工作了。那就一起去吧。谢谢爸。唐婉燕，我是不会让你好过的。你从我这儿夺走的一切，我都会驳回。走，放心吧，姐，我都安排好了，你就等着看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员工唐婉英，主要负责技术的项目。他负责技师的项目，那我负责什么？董事长，这个项目我已经跟了半年了，不能因为她是您的女儿，就这么随意的把我换掉吧？张经理，技师这个项目是因为婉英才谈成的，是技师指定让他来负责这个项目。我不服，如果是因为这样，那我不干，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成。爸，张经理可是咱们公司的技术骨干，他要是走了，咱们很多项目都是要停的。是啊，你不能因为唐婉英一个人就让整个公司陷入危机。怎么？你知道自己完不成这个项目，要求我了？根据劳务法规定，你需要提前1个月递交离职申请，经公司审批才能办理离职手续。不过，你想立刻离职也可以，但鉴于你是公司技术部，公司需要检查一下你带走的东西有没有公司的机密文件，确认无误后会给你办理离职的。婉燕，你没听清楚吗？张经理对于公司来说很重要，他要是走了，公司至少1半的项目都是要停止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经理的威胁就妥协，那这样的话，公司到底是唐家的还是他的呢？少自说自话了，像张经理这样的技术骨干可是很难找的。你把张经理开除了，剩下技术难题谁来解决？难道你吗？我可以。你少胡说了，唐婉英，你懂什么是技术吗？你懂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吗？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根本不懂这个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叫你来公司就是个祸害。爸，赶紧把他赶走，要不然这公司真完蛋了。婉英啊，公司不是闹脾气的地方，张经理是公司的骨干。爸爸，我知道张经理对公司一定很重要，但他毕竟只是个经理，按理来说他应该服从公司的安排，如今却仗着自己的能力威胁公司，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妥当。况且我看过张经理之前设计的 AI 产品有很大的问题，虽然前面1、2年不会将问题暴露出来，可使用时间一长就会有很大的麻烦，这样的话对公司也会有很大的损失。没错，最近确实有不少 AI 产品出现问题，所以张经理根本不适合待在公司，这样的话也会有更多的麻烦。婉英，你少自说自话了。像张经理这样优秀的技术人员可是很难找的，你把他开除了，公司短时间内项目停滞，损失更大，这样的责任你负得起啊？我觉得我们这样继续吵下去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爸爸，我说过我能解决，就一定能解决。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试试。那要是解决不了，
现在就给我滚出唐氏！好。放心，他完不成的。解决不了，滚出公司。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唐小姐也太厉害了吧！这么大的问题，唐小姐只用了3分钟就解决了，简直是大神的水平。张经理根本没办法和唐小姐做对比。解决了？怎么可能？现在我有资格负责技师的项目了吗？当然有了。不好意思啊，爹地，让你失望了。你可以离开公司。他们恐怕也没有办法保下你，毕竟要不是他们，你也不会离。不愧是我的女儿啊！婉音和技术的项目就交给你了。放心吧，爸爸。让你失望了，真不好意思。唐婉英，你给我等着！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没想到原计划半年才能取得第1阶段胜利，因为唐经理的加入，1个星期就成功了。接下来就要赶快准备高新技术的发布会了。只要发布会举办成功，那咱们唐氏可就是海城唯一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了。我马上去办。这个贱人，竟然真的让他成功了！成功了怎样？只要他开不成庆功会，就不算真的成功。你有办法了？放心吧，姐，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要把唐婉英彻底赶出唐家。阿耀，你真是我的好弟弟。唐婉嫣，我一定要让你尝尝众叛亲离、孤苦无依的下场。唐总真是虎父无犬女啊！唐大小姐这么快就突破了原有的技术，咱们以后的合作好说好说。那2位老板都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姐，你就等着看。季轩，恭喜你，爸因为唐婉英是你的未婚妻，所以让你来负责和唐家的生意。唐婉英又取得了第1阶段的胜利，以后季家只怕要靠你了。哎呀，大哥客气了，走。这样。来，请。各位，今天是唐氏集团最新 AI 技术 UTOP 发布会，我是主讲人唐婉英。UTOP 技术致力于全新科技领域，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开发更高质的人工智能。李招娣，你这个小贱人，攀上高枝了，就忘了你爸妈？你是要生生把你爸妈饿死在山下吗？这个李招娣呀，我们李家养了他25年，给他吃，给他穿，我们能给的都给了。他爸生病了都不愿意去看病，都是养着他。谁知道他认回了亲生父母，就不管我们了，就由得我们自生自灭呀！
这也太不像话了！就算不是亲生父母，到底是养父母啊，怎么能这么冷漠呢？就是啊，人又不是冷血动物，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我们现在别无他求，招娣，你爸都病成这样了，我妈也没几天了，好歹你念在我们是你的养父母，别对我们感激杀绝呀！王梅和李大勇就是两个乡下人，不可能说出这么有逻辑会卖惨的话。这些话一定有人教的。唐诗雨，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招娣，我们知道我们穷，不像你亲生父母能给你那么好的生活，我们也不想让你为难，但好歹你救救你爸呀！生病，快死了。是呀，你爸身体一直不好，招娣呀，就救救你爸爸。好啊。大勇，我女儿，你不是快死了吗？李大勇，我看你力气大得很，身体好得很。打人的时候啊，这么大劲，我看呐，生病这话都是骗人的吧？老子就是打你的，怎么了？你做了那么不要脸的事，还不让老子打你？到底是什么不要脸的事，能让你身体起死回生？不是的，招娣，你爹就是太生气了，他不是故意的，还不是你让人家网上抹黑我们，说我们从小对你又打又骂的，我们周围的人都对我们指指点点的，我们现在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对，这段视频前段时间炒得很热，说是唐大小姐的养母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唐大小姐，网友们都说唐大小姐可怜呢。那听他那意思，难道那视频是假的？招娣呀，谁家的父母没打过孩子？生气了谁不说几句不好听的话？但是你也不能拿简洁的视频来冤枉我们呀！没错，你说我的视频是假的，你说你们是被冤枉了，你们有什么证据？你们有什么证据？就是呀，你们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可不能随便冤枉了婉莹呀。有，咱们家又没亏待你，谁让你偷钱了？嫌弃我们挣不到钱，不够你挥霍，你居然偷钱，500块钱都赶不上1个人的口粮了。那天这丫头偷拿钱以后，又跑到海城，说要找亲生父母。我实在担心她，还追到了海城。她不愿意跟我回家，我实在忍不住，才骂了她。哦，要是这样，也确实不能怪养父母要骂。哦，原来这就是你们的证据。那你们说我的视频是假的，那你怎么证明你的视频就不是假的？如果拿不出证据，现在该轮到我说了吧。各位，这2位是我的养父养母，也就是唐诗雨的亲生父母。15岁时，我因为他们常年对我的殴打，不给我饭吃，导致贫血，进了医院查血才知道他们根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从此我就盼望着我的爸爸妈妈能来接我，而他们对我的拳打脚踢便更加严厉。这个视频那次殴打甚至打聋了我的右耳。这也太过分了。对呀，不是亲生的就能这样欺负？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打你的？你有证据吗？我有，这里面有我所有的诊断记录。这是我右耳失聪的诊断报告，这是我肋骨被打断的诊断报告，这是我鼻子被打骨折的诊断报告。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们还有话说吗？婉音也太可怜了，15岁就知道留证据，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证据啊，都摆出来了，你们这对黑心的养父母还有什么要说的？好孩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爸爸，我从小被打，那时候我还以为是我做的不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拼命努力学习，考上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可我还是被打，直到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盼望着爸爸来接我，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错过。这一等就是整整10年。婉音，我不知道你过得那么不好，当时诗雨是……我知道你们顾念诗雨，可我因为你们的善良，过了10年生不如死的生活。婉音，我的好女儿，我一定会补偿你的，补偿你这10年，不是25年的生活的。爸，我看婉音的报告肯定是假的。他说他养父养母的视频是假的，那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的报告不是伪造的呢？我的诊断报告在警局都有备案，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查。什么？你报警的？你们都打我，我为什么不能报警？你这个贱人，老子打你怎么了？老子养着你，你就该打。这一次，可是所有人都看到你打我了。这一次，可是所有人都看到你打我了。你住手！李大勇，唐婉音是我女儿，我看你还敢动手！你家男人就是没想到，他养大了女儿会这么算计他。算计？我算计你们什么了？我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如果我不这么做，恐怕我都没有办法站在这儿。倒是你们，专挑唐氏新技术发布会来这里闹事儿，你们到底在算计什么？是谁让你们来这儿闹的？唐婉音，你别看我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看不惯你找回来有钱的父母，就不管我们了，跟诗雨他们有什么关系？诗雨跟他们没关系，却知道他的名字。我就是听别人这么叫他的。你臭丫头，你少牵扯别人啊！王梅、李大勇，我不管你们受谁指使，但恐怕指使的人并没有告诉你们，破坏发布会可是要坐牢的。我已经报警，警察马上就到。不管是受谁指使，都逃不掉。王梅、李大勇，你们涉嫌破坏发布会，扰乱社会治安，殴打他人，跟我们走一趟。放开我！诗雨，你不是说不会有事吗？诗雨，你救我呀！原来是诗雨指使的。婉音，你不要胡说，跟我可没有关系，我可没有让人来破坏你的发布会。你破坏的不是我的发布会，是唐氏的发布会，是唐氏的未来。诗雨，我知道你对我有所不满，但你不应该选在今天。婉音，你别胡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坏唐氏的未来。也许你没有这个意思，但你已经这么做了。今天是唐氏集团 YouTube 新技术发布会，有这么多业界大佬、商业巨鳄、电视台记者，要是出现一点差错，唐氏就会成为所有人口中的笑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没错，我姐姐可不是意思。唐婉言，你是狗笨人，少跟我说话。诗雨，
这件事情是不是和你有关？我说实话。老公，诗雨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还不了解他吗？他就是担心婉莹回来抢他的位置。是，我只是害怕而已。老公，你就别怪诗雨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去公司，让你妈给你找个好人家，马上嫁了。还有你，再敢干这么荒唐的事情，小心我取消你的继承权。爸爸，这么多人看着，还是算了吧。那么现在我们发布会继续。你这个未婚妻很不一般。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跟我？婉叶，恭喜你！我给你办了个庆功宴，我们待会儿……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庆功宴你自己去吧。唐婉嫣，你不就是靠季家的联姻才有今天吗？那我就破坏掉你们的联姻，让你失去一切。季轩哥哥，婉莹她根本就不喜欢你，你又何必非要跟她结婚呢？不如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怎么，现在不嫌弃我只是个二少爷？怎么会呢？我早就看出来季轩哥哥是人中之龙。你看，这才短短1个月，你就成为了季氏分公司的总裁，将来继承季氏也是指日可待的。我说唐小姐怎么突然要嫁给我？原来是因为我当了继子。不过唐诗雨，我告诉你，不管我是继子，还是不成器的继二少，我都看不上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那你先忙。季轩，我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唐诗雨，你可要好好想办法破坏这场联姻，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哎，季桑，好久不见，来，哎，坐。自从你订婚以来就不来这儿了，今天怎么突然来了？来喝点。怎么了？有烦心事啊？哎，有时候我真怀疑唐婉英根本就不喜欢我，她跟我联姻完全是有别的目的。你们豪门联姻不都是利益结合？你这么说，不会是真爱上她了吧？不会吧？他那么凶，你还敢喜欢他？谁喜欢他？要我说，唐诗雨可比唐婉英好多了，人不但漂亮，还温柔善解人意，当老婆正好。哎，可惜了，是个养女。唐诗雨，虚伪。季轩哥哥，哎，坐。季轩哥哥，唐婉英，没有了季家的联姻，你就对爸爸一点价值都没有。到时候，爸爸一定会把你赶出唐家的。
唐诗雨，你怎么在这儿？季轩哥哥，还不赶紧起来！还不赶紧走！我告诉你，你要是肯说出去一个字，我是不会放过你。季轩哥哥，唐婉英她根本就不喜欢你，你何必在乎她知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啊，唐婉英是我未婚妻。那你可以跟她退婚啊！这桩婚事本来就是我的，要不是她抢了去，结婚的人就是我们。唐诗雨，我告诉你，要是唐家让你来联姻，我一定会拒绝这门婚事。为什么？因为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赶快给我走啊！今天的事敢说出去一个字，季家不会饶。婉音，哦，婉音，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我们去隔壁洗个澡，换个衣服，我们还有会要开。怎么样？生气吗？你的爸妈，你的弟弟是我的，现在连你的男人也是我。生气？怎么会呢？我还要感谢你呢，诗雨。你什么意思？所有我不要的垃圾，你都照单全收。我不应该感谢你，应该感谢谁？垃圾，垃圾。不过你和垃圾更是。唐婉英，你什么意思？婉音，搭上自己去勾引一个没用的废物，我还真是没有见过比你更蠢的人。不过你放心，你这么想嫁给季轩，我一定会让你如愿的。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我们会继续推进 YouTube 技术更新的。好。婉音，今天的事儿不用说了，对不起。你不用对不起我，我们本来只是商业联姻。唐婉音，你就一点也不喜欢我吗？那个，我爸妈请你们全家去家里吃饭，商量结婚的事儿。我知道了。真没想到最后啊，咱们还是成了亲家。婉音能看上我们家这个臭小子，是他烧高香了。自从小轩和婉音订了婚，他就变得特别懂事，这都要感谢婉音。我们婉音看上的人肯定不一般的。喂，好，我知道，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我去趟洗手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给我查到季轩最近在搞什么鬼。如果最后季氏成了他的，你和我都得滚蛋。你想知道季轩在做什么？为什么不问问我？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你说什么？外界都传季家两兄弟关系很好，那是因为季二少爷只是一个浪荡公子哥，不会跟你抢季氏。但现在季二少成了你有力的竞争者，两兄弟的关系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唐小姐说的我听不懂。要是季大少爷再不行动，季氏就要归季二少。你刚刚说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把季轩变回以前的浪荡公子哥。那你为什么帮我？上流社会的人都喜欢用儿女的联姻来换取两家牢固的联盟关系，但我不喜欢。婚姻不应该成为谈生意的筹码，儿女也不应该沦为商业的牺牲品。你想退婚？对。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下个月城西地皮拍卖，只要唐家能拿到那块地皮，建立度假村，那我的价值就能被唐家人看到。我的要求是，季大少爷退出拍卖。就算我退出了，也会有别人去抢。别人都只是游戏。好，我答应了。不过你要用什么办法？这就不劳烦季大少爷费心了，等着看结果吧。看来唐家的真龙就是唐婉英。我们世爷最好了，等婉英结婚了，妈妈就给你选一个比季轩还好的结婚对象。我姐可是海城市第1名媛，肯定比那个什么唐婉英嫁的更好，对不对？婉言，你忙完了？唐婉言，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能忍，你的未婚夫都跟我上床了，你还愿意嫁我？你才是那个捡垃圾，捡都是我不要的垃圾。故事还没开始。爸爸 ，YouTube 技术已经彻底开发完成，通过检测没有问题，就可以推入市场了。真的？太好了！如果唐氏能拥有这项技术，那以后就没有其他公司能跟咱们相提并论了。爸爸，我想让唐氏上市。上市啊？你懂什么呀？我们唐氏才不会上市。好，上市。刚好有这个想法，不如这样，王爷啊 ，YouTube 技术正式公开问世那天，咱们就宣布唐氏上市。好。感谢大家来参加 YouTube 技术发布会。刚才的影片已经大致介绍了 YouTube 的技术，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更详细的介绍。明白了。唐婉言，谁让你放这张照片的？你马上给我关掉！唐小姐和季总的事，您事先知道吗？请问照片是您曝光出来的吗？我当然知道。唐婉言，就算姐姐和季轩哥有什么关系，你不能直接把照片这么放出来啊！你就是想毁掉我姐姐，是不是？是呀，你这样做会害了诗雨的。婉英，你赶快给大家说明白，这个照片不是诗雨，马上把照片撤下来。可是这个照片不是我放上去的呀。除了你还能是谁？这张照片只发给过你一个人，肯定是你。这么说，你们是承认照片上的人是唐诗雨了吗？爷，不管照片上的人是谁，你这样大庭广众之下曝光照片，不是要毁了我们唐氏吗？爸爸，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不是我做的。那是谁做的？是我放的。唐诗雨小姐，我这里有你的很多照片，你想看看吗？这是你让我打印的唐诗雨和季轩所有的照片。明天发布会把这些都带来。你让我把这些散布出去，做个人。你也可以选择不做。那我要的东西，这些
是姬轩为季氏做的所有策划。这些商业机密，你从哪里得到？因为这都是我做。合作愉快。唐诗雨，现在你还觉得你赢了吗？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要坏我的名声，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既然你这么喜欢季轩，那我把它还给你。婉音，你听我解释，是他勾引我，是他勾引我的婉音。这些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的。季轩，我们已经分手。不是，为什么呀？我以为那天的事你已经不计较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呀？马上你会知道。爸，下流的东西，让你和婉音订婚，你却跟这个养女在外面乱搞，还把公司搞得一团糟。要不是你大哥，我们季氏就完蛋了。什么一团糟？你手下的人已经接连搞砸了几个项目了，还好你大哥及时拿出策划方案，才没让季氏出问题。你们连起来害我！你自己没本事，凭什么怪我？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季轩被赶出季氏集团，季氏集团正式交给季贺，马上安排飞机送季轩出国。爸，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我要的不是婚姻。剩下的事儿你可以处理。韩婉音，你这个贱人！你打我！爸，你怎么能打姐姐呢？他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还不能打吗？不是的，我只是……爸爸，既然诗雨这么喜欢季轩，那不如成全他们，让他们结婚。结婚？我们已经跟季家断绝了所有关系，还结什么婚？而且季总说了，就算结婚，也不会娶这么个不要脸的女人做儿媳妇。可是诗雨要是不和季轩结婚的话，以后的名声该怎么办呀？马上送唐诗雨出国，就当我唐家没有这个女儿。爸，你已经养了我20年了，你不能现在不要我吧？是我，就放我姐姐。老公，这也不能怪诗雨呀，要怪都怪那个季贺，要不是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够了！那个时候啊，你还怪别人，都是你把他给惯坏的。你看看婉音，多懂事，才过来半年，就为唐氏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爸爸，我是唐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各位，今天的发布会虽然出了失误，不过已经有很多公司决定和我们唐氏进行合作。婉言啊，你做的事，爸爸都记得，爸爸一定奖励你的。谢谢爸爸。马上送唐诗雨出国。老公，韩婉嫣，我不会放过你，就算是做鬼，我也不放过你的。鬼是斗不过人的，尤其是从地狱里爬出来。婉音，我们走。谢谢你。送走诗雨了。老公，诗雨太可怜了，我实在不舍得她一个人去国外。那是他活该。你就唐婉音害了我姐姐。唐诗雨是我害的。就是你。要不是因为你，
根本不会被送去国外。是我让他和季轩上床拍照的吗？是我在发布会发布那些照片的吗？唐耀，就算你和唐诗雨关系再好，也麻烦你动动脑子。唐诗雨能有今天，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你胡说！明明就是你，唐耀，要么坐下吃饭，要么给我滚出去！爸爸，虽然今天季董事长很生气，但今天一早我已经去找过季贺了，他们同意继续和唐氏合作。太好了。对了，还有一件事，爸爸，上市的事情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上市之前得先造势。我们不如办一场慈善基金会，好好宣传一下我们唐氏正面形象。好，那就全交给你负责。我会好好做的。阿姨，就算你赶走老姐，我也不会承认你是个唐家人，因为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乡下丫头。我知道。哼，那算你还有自知之明，知道不配做我家人。你们当然没资格当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会自己选择。老赵，怎么样啊？唐小姐这星期一共促成了5个合作，为唐氏增值23%，而且城西度假村的项目也开始动工了。王婉英就没做一点有问题的事儿？没有。Defeat。都他妈是废物！我要被唐婉英赶走！你们都得滚！喂，爸爸。唐少，这会不会？让你干就干，别废话。是。唐婉英，只要证明 UTOP 技术是你抄的，爸爸一定要让你滚蛋。我们这次的合作，第3条呢，就是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唐经理，不好了！什么事儿？我们的竞争对手启世集团今天发布了新的 AI 技术，和我们 UTOP 技术一模一样，而且启世还要给我们发律师函，说我们公司抄袭了他们的技术。启世集团的新技术与唐氏1星期前发布的 UTOP 技术一样，启世自称5年前便开始开发这样技术，并状告唐氏涉嫌抄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是因为 UTOP 才与你们唐氏签约的，现在因为你们 UTOP 技术抄袭，已经害我们损失了几百万。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不然我们公司是不会放过你们唐氏的。唐小姐，我不管你以什么手段盗取了别的技术，但你害启世损失了上亿元，这个责任只能由你唐氏来负责。是，按照合约，我们是应该负责。爸，抄袭人是唐婉英，这责任就该他负。而且这钱应该他来赔。婉英既然是我唐鹤鸣的女儿，我就该负责。他抄袭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没本事还要揽活，你就是唐家的祸害。不要，我说的没错呀。坐下。我不相信婉英会抄袭这件事，我们还需要调查一下。对方已经把证据拿出来了，你们还要调查什么？你们是不是想拖着不给钱呀？我们要马上解约，马上赔钱。可以解约，可以赔偿。唐婉英，你知不知道我们唐家要因为你要赔多少钱？你还敢大言不惭？爸，赶紧把他赶出公司吧！谁知道他以后要闯什么祸？我说了，解约可以，赔偿可以，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先把陷害我道歉的人抓起来。这个人，唐耀，你认识吗？我怎么认识？不认识最好。爸爸，我查过了，这1个星期，周秘书和骑士技术部经理频繁联系，甚至将 UTOP 核心资料交给了对方。说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要害唐小姐？为什么要害公司？就这办。唐婉英就是故意推卸责任，还要跟自己抄袭，却说是别人陷害的，是吗？可我的公司安装了监控。
还查到了，这一段时间周秘书的账号有频繁的大量资金转入。周秘书，你解释一下，这些钱你是怎么来的？这些钱是骑士给你的，对不对？唐总，我都是听您的话才做的这件事，你就说不能抛弃我，你得救救我！你胡说什么呢？爸，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唐总，爸，真的不是我。赶紧把他赶出公司，不滚的人！我有证据，我能证明是唐双让我这么干的。唐婉英不就是仗你 Utop 才有今天的？你去把 Utop 的文件偷出来，只要能证明 Utop 是抄袭的，待下去。爸，你混账东西，是想害死我们唐轩吗？爸，我不是这样的，我只是看唐婉英不爽。你不懂得他的狗脑子，是看不惯唐婉英吗？你是看不惯我们唐家。唐总，管教孩子的事儿，娃娃回到家里再办。现在我们要的是赔偿。这件事是我教子不放，我们赔偿。不需要赔偿。万一按照合同是我造成的损失，应该赔偿。但是他没有任何损失，我们不需要赔偿。你说什么？我说不需要赔偿。可是我们的技术都已经……骑士拿走的数据都是没用的，真正的核心数据他们并没有拿到。你说真的？是真正的核心数据，除了我，没有人知道。骑士将这个数据推广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来了，网上说骑士的技术存在严重的缺陷，会导致公司大量的数据泄露，已经有好几家公司让骑士赔偿了。现在骑士已经破产了。我们 Utop 技术不会存在任何的数据泄露问题，反而还会保护数据，从而保护公司的安全。各位还要解约赔偿吗？唐小姐果然不是一般人。唐总，能有这样的女儿，真是可喜可贺。唐小姐，很期待我们后续的合作。爸，您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不敢了。爸，我只求您原谅我这一次，我保证我以后好好听您的话啊，爸。爸爸，其实我也很想让你原谅弟弟，毕竟你对他给予了一定的厚望。但唐氏马上就要上市了，以唐耀的能力，你确定能接手公司？爸，我只做了一件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别听唐颖的，他就是个贱人，只会挑拨离间。爸爸，我也是为你着想。唐氏是你辛辛苦苦建立的，难道你要看着他一败涂地？王万一，你给我闭嘴！你乡下来一丫头，有什么资格说这话？给我闭嘴！万一说的没错，唐瑶根本没有承担一个公司的责任。爸，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唐瑶的，一定让他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好，万一以后公司就靠你了。唐氏集团今天正式宣布，集团将由长女唐婉英继承，唐婉英将在明天代表唐氏出席上市会。唐婉英夺走了我的一切，我一定不会放过。让我们恭喜唐氏集团正式上市，有请唐氏负责人唐婉英小姐上台敲钟。有请唐氏负责人唐婉英小姐上台。婉英呢？赶快打电话给她。没人接呀。有请唐氏集团负责人上台。
本来想给你一条生路，现在是你自寻死路。把他身上所有东西都拿走，立刻把他送去国外。不行，别动东西！不去国外，老爷，你给我等着！谁能想到，我这样一个人会成为今天让万人敬仰的存在？那些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